火力军做梦都没想到，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能衰败成这样。最近有媒体报道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2号舰威尔士亲王号已经沦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配件船。英国海军高层已经开始从亲王号上拆出零件，比如过滤器、舰载机、升降机的驱动链条、电气系统以及燃气轮机的部分零件，用于维修女王号。甚至英国海军的6艘4-5型驱逐舰也在过着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。根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耗资32亿英镑的航母威尔士亲王号已经沦为配件船。不过航母零件可不是好拆的，升降机、燃气轮机这些东西都是航母的核心设备，拆解需要的时间、人力成本很大，加上损耗和再次安装的成本，只能说英国海军这是没办法了。当然，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在军事领域中并不是很罕见，特别是那种生产数量较少或者是生产时间久远的武器，库存比较紧张，拆除部分武器零件以保证其他装备的性能，其实算是机操。就比如日本空自装备的 F-15G 机队，由于零部件库存不足，将大部分 F-15G 停飞，机身能用的零件供应其他 F-15使用。还有美国空军的 B-52H 都是拆除同级别武器的零件，只是 F-15G 与 B-52H 都属于年龄太大，相应零件无法生产，才会选择拆东墙补西墙。而英国的这2艘航母才服役不到10年就出现这种情况，这是为什么？这2艘航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，根本原因是英国造船工业拉垮。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海军，英国造船工业底蕴深厚，就算是2战后实力大损，也能推出蒸汽弹射器、斜角甲板、光学助降系统等现代航母的标准配件。但随着英国海军越发衰弱，造船工业也不断萎缩。等到伊丽莎白女王号开建的时候，英国造船工业已经不行了。为了顺利建造成功以及维护本国造船工业，航母在设计的时候就打算由多家造船厂分段建造，然后组装成型。只是想法不错，实施起来却很难。多家造船厂的实力不一样，造成了效率偏低、质量不一以及零部件供应复杂的情况。这些问题反映在航母上，就是故障不断。伊丽莎白女王号在2017年出海试航的时候，跑了不到半个月，就因为主轴断裂在海上趴窝，同年又因为螺旋桨传动轴密封出现问题，导致航母进水。之后的几年，因为高压通道破裂、消防系统软件故障、密封不行等问题，不断出现事故，甚至还因为英国海军特殊的军种结构，还出现了 F-35B 坠海的情况。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建造之初，英国海军就允诺可以跟空军、陆军分享航母收益，比如部署到2艘航母的 F-35B 机队，有一半来自英国空军，飞行员也是英国空军建制，英国陆军则是派遣 AH-64E 登上航母甲板作战。没办法，建造航母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。伊丽莎白号航母造价57亿美元，还有48架 F-35B， 价格也是几十亿美元，更别提航母配套的护航和支援舰艇。花销大也就意味着会挤占其他军种的经费，不分点好处说不过去。而这种3军共用的设计，放眼全球也就英国这一家。航母的运作本来就麻烦，现在还是3个军种的不同人员常驻航母，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失误增多。伊丽莎白女王号出航东亚返回时，在印度洋由于没掀开进气道口防护装置，导致一架 F-35B 坠海。总的来说，伊丽莎白号故障不断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建造机制复杂，加上3军共用的设计，不发生点意外，火力军都不信。也正是因为故障过多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备件早就用完了，这个时候就需要威尔士亲王号出场了。二者毕竟是同级航母，威尔士亲王号的情况跟伊丽莎白号差不多，2011年开始建造，2019年服役，之后也是故障频发。最近的一次是去年8月，按照原定计划，威尔士亲王号需要横渡大西洋，前往北美进行部署。
结果出港不到24小时，右侧螺旋桨连轴器断裂，瘫痪在怀特岛附近，没办法，只能拖回罗塞斯造船厂维修。今年2月，又发现威尔士亲王号的左舷螺旋桨在安装时也没有对准，同样有连轴器损坏的可能，所以到现在也没出港。对于英国海军来说，谁都能坏，但伊丽莎白女王号不行，这算是英国最后的脸面。于是英国海军抱着2号舰反正现在用不上，暂时挪用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的想法，开始拆解威尔士亲王号的配件，用于维修伊丽莎白女王号。目前，英国海军已经拆除了威尔士亲王号上的燃料过滤器、舰载机升降机的驱动链条、电气系统以及燃气轮机的部分零件。虽说这样能暂时保障伊丽莎白号的正常运作，但治标不治本，而且一样丢面。所以就有英国一个半官方的海军网站海军瞭望站出来说话了，表示威尔士亲王号在维修的同时还在进行升级，由于时间可能比较长，所以将一些暂时用不到的零件循环给伊丽莎白号使用，是非常正常的操作。等到供应商生产替换零件之后，就能再换上去，影响不大，还能省钱。说的挺好听，但实际上只是因为英国海军钱不够，无力维护而已。就英国海军当前的情况而言，这2艘航母其实都是摆设。海军瞭望除了报道威尔士亲王号之外，也报道了6艘45型驱逐舰的消息。这几艘驱逐舰跟航母一样，不会购买太多新的备件，而是同级舰之间进行循环，找的理由也是节省资金。火力军简单概括一下，就是英国海军已经完了，因为资金短缺和工程的延误，重金打造的2艘航母沦为摆设。伊丽莎白女王号故障不断，威尔士亲王号沦为配件船，为航母预备的45型驱逐舰也是拆东墙补西墙，新型护卫舰还在图纸上，就连补给舰的建造都严重拖延。英国内部已经有人认为2艘新型航母已经成为了昂贵玩具，并且想要高价出售，及时止损。英国陆军高层也认为根本没必要建造大而无用的航母，还占用了英国本就有限的军费。火力军这里说句实话，英国海军的航母越早卖越好，本来就不能支撑2艘6万吨航母的运作，强行完成建造服役，就像一个普通人勉强购买了一辆豪车。虽然当时钱够用，但后续的保险、保养、维修花销太多，超过了车主的承受范围，偏偏还不能放弃这些后续开销，要不然豪车直接报废，所以卖掉是最好的选择。当然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肯定要留在现役，那就只能牺牲一下亲王了。如果英国要出售威尔士亲王号，全世界也就一个印度能接盘了。印度海军认为自己需要3艘航母，其中2艘用于保护东西海岸，另1艘在修或者在港。而且因为建造成本以及建造周期的问题，印度海军放弃了建造6.5万吨大型航母的计划。同时，印度之前就曾经和英国进行过谈判，希望能购买伊丽莎白级航母的全套图纸，甚至考虑引进生产技术，直接在印度造船厂建造同一型航母。如果英国现在或者之后想卖，印度是不会拒绝1艘可以直接投入使用的大型航母。问题来了，各位觉得英国会卖威尔士亲王号吗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